他也非常的心疼你。那在你这个部分，我生了40多磅，跟你怀孕差不多。大概没有人不曾问过自己，爱到底是什么？它好像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，也可以是最复杂难懂的字眼，让人一直追问下去。如果爱有真谛，谁会知道它的答案？我想，那些歌里唱的，书里写的，大概都不能算数，因为爱不是一个僵硬的概念，而是流动的感受。本节目是由高级定制传世翡翠的翡月会特约播出。今天很开心，请到杏儿来我们对照机跟我们聊聊天。我很荣幸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因为我看了《演员请就位》，对不对？演员请就位，你的演出我每一次都看。哦，你可以演得这么好哎！你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你会演戏？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会演戏，但是如果说享受的话，我觉得肯定还是会在 TVB 那段时间，就是自己拍完一场戏，完成的很完美，对白说得好，然后节奏很对的时候，我自己会很开心，心脏要蹦出来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就是我觉得哇，这个真的是很爽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你是天生的演员，你觉得你是？我不敢说，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能够做演员。不是啊，不是吗？我觉得演员还是要有天赋，当然通过你后天的努力，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很伟大的演员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先天的条件，就你具备先天的条件，然后再加上你的努力，那你肯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员。那你平常都会观察身边的一些人啊、事啊？会的，很敏感对这些东西。其实我自己算是一个挺感性的人吧，就是我能够把这些环境的感觉啊、感受啊，给到自己一些刺激，就能够幻想自己真的是那个人物，所以入戏就会比较快，而且我觉得也是以前在公司的一个训练嘛，因为你要很快在短时间里面入戏，所以无线其实是蛮好的一个摇篮它给我们很多演出的机会跟训练，对不对？当时嘉玲姐，你的那个拍摄的环境是怎么样的？像不像我们那个时候？其实是一样的。我们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啊，每个人大概都是17、18岁，然后毕业出来就不停的拍，不停的拍。其实也没有学到很多真正的演绎的那些知识，就完全是靠在无线的那些训练。TVB 是你第一份工吗？就是你读书的时候，你很清楚自己很喜欢演戏，也不是，命运的安排也是挺特别的吧。我绝对不是说从小就幻想自己是一个演员啊、明星，完全没有。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刚刚就在 TVB 隔壁的那个大学，就是科技大学。我上了大学1年级，当时有一个同学是我的室友，突然间有一天就跟我说，我希望去参加港姐，你能不能陪我？都是这样的故事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就很惊讶，其实我没想过她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因为她也算是挺乖的那种女生。然后当时我是有在学校就 drama club 玩玩而已的那种，但我觉得演戏也挺好玩的，是，起码我是不太害羞的，我完全不是说那种，你还是有那种表演的欲望的，对，或者是我也是挺 enjoy 的，仅此而已。你比我小很多啊，40多岁的女演员，你觉得会有一些所谓的危机感吗？
一定会，这肯定是一个我必须要面对的状况。对，我觉得我已经在面对了。我其实是你很坦诚的去接受，很坦诚，很接受。是，我觉得只要我是喜欢演戏，我热爱这个工作，我不应该说是去想太多其他那些一个演员不应该想的东西。比如说我是不是主角啊？我其实从《演员请就位》这个节目也学到很多。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演员，我什么角色我都应该能演。我看你演《亲爱的》里面，真是完全颠覆了这么美的一个形象，就你是可以接受的。我完全接受，我那时候增肥了嘛，都已经增过肥了。对的，对的，他已经为角色牺牲过。哇，你看看我女儿多有福气啊！那个男人娶了你，一辈子好运。你那个时候增了多少磅啊？我增了40多磅啊，跟你怀孕差不多。怀孕是这里大啊，但是我当时是整个人都像穿了一件戏服吧，就那种肥的那种。当时那个梁家树先生他是我的伯乐啊，他当时就跟我说：“欣儿，没事，就增20磅就好了。”然后我增完20磅，我回去跟 Tommy， 你看看我增了20磅，你看到我胖了吗？然后没看出来，没有胖。然后结果是要增到40多磅，到了150多磅，哇！因为我高啊，所以胖20磅其实是没有感觉，看不出来。你会不会担心减不回来呢？我不担心减不回来，增肥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。哦，增肥反而是痛苦的，减肥对你来说很简单。哇，哎，这个真的是凡尔赛吗？不是，因为其实增肥跟减肥一样，是一个心理的一个关口你要过的。减肥不让你吃，你就越想吃。对，增肥是你一定要吃，但你吃不下了，不想吃了。我当时是不喝水，喝全脂牛奶。然后呢，雪糕啊、方便面啊那些什么都吃，就隔2、3个小时就吃一顿，这样子。有没有试过吃到吐？倒没有吃到吐，但是看到就想吐。哇，我太佩服你了。然后你在多长的一段时间？2个多月吧，就减回来了。减是差不多2个月。增是因为头1个月的时候，因为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的成绩嘛，就不能先曝光嘛。啊，我就在家里躲起来，就每天都是吃和睡，就养猪一样。这样子，我还记得我有一天我的助理来找我，我也差不多1个月没看见他，然后他哇，你是发生什么事情？他吓到了。所以你付出的，你是会得到回报的。因为我也是，我爱上演戏之后，尤其是我在演舞台剧的时候，整场戏演下来，得到观众很大的肯定，然后自己好像你说的，哇，我演了一场非常完美的、零瑕疵的一场戏，就你感觉是非常的兴奋，很有满足感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敬畏跟尊重我自己的职业。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？会啊，是会啊，真的。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。对的，对的。我们哎呀，希望我们可以找一个故事，可以我们2个人来演一下啊。你会一直演下去？我希望可以啊。像 Lisa 姐，对，她很有追求，对于自己，无论在她的打扮呀，或者是她的工作呀，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去学习的一个前辈。那像嘉玲姐，我肯定你也不是因为赚钱而去继续你这个工作，现在还这么努力去工作，你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我追求的是一种快乐，跟满足感。对我来说，我既然找了一份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，我一定要努力的把它做好。当然，在这个中间你会遇到很多挫败、考验，也有很多享受。我要 try my best， 一定要把它做好。而且我在我的工作当中确实学到很多新的东西，然后也确实收获很大的，我很感恩的。当然，你不停的努力还是很有关系的。我相信你也是啊。你看，你2个月之后，你已经把自己恢复到差不多原来的那个体重了，真很了不起哎。我还要继续努力，还要继续努力。你现在身份也换了啊，结婚啦，生小孩，当妈妈了。
你感觉跟以前有什么心态上的一些不一样吗？我觉得是挺不一样的。现在的我觉得是踏实很多，整个人是很稳的，比以前平静，很平静内心。当然也有紧张，或者是有一些时候还是会顾虑啊、焦虑的感觉。这个焦虑来自哪里呢？来自你不知道怎么样分配你的时间。我尽力而为。我觉得每一次别人问我你是怎么去平衡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，每一次我都是说我其实是不容易，我只能够尽力而为。像这一次我其实才生了孩子2个多月。对啊，你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，还差一点点，还差一点点。但是你说我要把小儿子留在家里，然后带着第2个儿子过来，起码还有1个在身边，可以抱抱，可以看看。是，但是还是心里面是会有很多不舍，对，然后一些牵挂。牵挂呀，不放心啊，等等。你老公能够理解吗？我老公真的是一个101分的老公。真的啊？你给他分数这么高啊？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公，因为他不单是支持我的工作，他还会鼓励我。其实这一次我本来也不希望这么早回来，因为这样就把孩子放下来好像不太好吧。我还是希望可以再照顾他一点啊。因为去年我参加了那个节目啊，他知道我就拿到很好的成绩，但是因为也没想到会拿到那个冠军。当时我其实是怀着孕去上那个节目的嘛。哇，是你胆子还蛮大的哦。其实因为我算过这个时间，就是我到最后，就算比赛结束了以后，其实我的肚子应该还不会显得很明显。那个时候几个月了？4个多月。其实也应该有反应嘞。一开始是有反应，但是还好了，我的那个孕吐啊什么都不是很厉害啊。可能也因为我有过2次的经验，第3次我就觉得我应该 OK 这样子哦。所以我老公他也说，你这个年龄了，既然你拿到这么好的成绩，我觉得你应该继续去追求你的梦想。就他完全了解你，他完全了解。他也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机会就走了。对，你说你希望再待几年才回去，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。我感觉你现在的生活是被爱包围的，真的是有这个感觉。我特别感恩，就是遇到这个老公，可以说是很幸运吧。因为有时候你要找也不一定找得到。是的，是缘分吧？我觉得在婚姻的生活里面是需要2个人来维护的嘛。我相信他对你非常了解，他也非常的心疼你。那在你这个部分，你为他做了一些什么？我真的有点惭愧。其实我觉得我老公为我做的比我为他做的多。跟一个艺人在一起，别说结婚了，我觉得拍拖已经是很难的，要面对很多舆论的压力啊等等。好了，到结婚了以后，别人会拿你们2个比较啊，你老婆为什么要出来工作呀？你是不是赚不够钱给他？这些都是很负面的一些事情，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不公平的。这种想法，其实你已经在心疼他了，你已经在顾全他的一些想法。是必须要顾全的呀，对，因为他是我爱的人嘛，我当然不希望他不开心，因为他是我老公，所以我觉得他为我的牺牲是比我为他的更大。而且在平时生活当中，可能因为我是艺人，也因为我是那个女人，我们经常会被一些情绪或者是环境啊影响到，会不开心啊，或者是会焦虑啊，或者是担心啊。但是他就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，他会替我分析一些事情，而且他也比我年长，他会给你很好的意见，很通透。对，其实我在我老公身上学到很多这些道理，因为他都会跟我说，孩子是孩子，但是我们不能把孩子放在第一位，你永远是我的第一位。哦，so sweet。他真的，他经常跟你说甜言蜜语吗？也不是说甜言蜜语，我觉得是一些道理，但是很甜的道理。如果说人生有没有遗憾，我会觉得我认识我老公太晚了，这也是一种遗憾，对不对？是啊，
因为我是37、8岁才生了第一个孩子嘛，他当时就44、43了。我觉得时间不够用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当然这个也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是回不去的嘛。对，最老土的还是那一句，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。对，这是很老土，但是确实是很重要。就你以前可能你的眼泪都是流光了，所以现在要给你一些蜜糖来回馈你一下。我也不知道，其实可能女生在每一个年龄段的时候，你经历过一些事情，你肯定是有一些对你的人生是有一些帮助的。也许我们不需要去相信那些别人口中的真谛，因为每个人都有爱的能力，也因为爱和这个世间所有美好的一样，刻在内心最深处，非得要我们亲自去感受才能拥有，向往着，执着着，成长着。爱总是有这样的力量，能让人对他一边疑惑不解，一边坚信不疑。我相信这一定不会是我和杏儿最后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。我们会在对爱的追问里，接近那个最好的自己。姐，这件感觉怎么样？太夸张了吧？啊？要不您跟我说说，这是要去什么场？战场。战场？我要去打一场家庭保卫战。姐，你可真幽默。哎，邱总，请。我想是这一件。哎呀，邱总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款式啊，店里每个号只来了一件 ，M 号正好在这位女士手里。姐，这件不打折。就一件 M 号啊？啊？来，我试一下。好，让他试吧，不一定合身。哎，要不这边看看我们的新款。一只母子 M 号穿得牢啊？哎，姐，你知道吗？这位邱总挺传奇一个女人。进来讲。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香港老男人，结婚没几年就生病去世了。后来啊，她就搞上了另外一个老板，结果3年前那老板车祸也走了。你说邪门不邪门？可是老公继承遗产，双喜临门啊！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福气啊？姐，你又瞎说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他在我们店里出手是真大方。有时候那个 Tony， 就是他那个销售，月底业绩不达标，只要给他打一个电话，他立刻二话不说就来买。哎呦，邱总，这双在你脚上真的非常好看，这是我们当地的新款，而且是全小羊皮的，包裹性特别好，很舒服的。这件确实很衬你，要不就这件。哎，好，来我来吧。这双有300半吗？哦，我帮你查一下，邱总。君子不夺人所爱，这件衣服您来试吧。这怎么行？凡事讲个先来后到。您先看上的，我只是恰好先上了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一看就知道您更适合这件衣服。
谢谢。来，邱总，那边试衣间，我带您去。姐，干嘛让给他呀？出手这么阔绰，我能轻易放过吧？以后他来店里啊，马上微信我。啊？只要3次偶遇，我就能让他闭着眼睛跟我买保险。哎，要不就这件吧。您刚才不说太夸张了吗？战袍嘛，夸张一点也是对的。要不怎么能让对手害怕呢？精辟。那就祝曼妮姐凯旋而归。你好，我车停哪儿？你好，女士，这里没有车位了，请移步到前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女士，请出示邀请函。哦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忘带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有邀请函不能进的。这么严格？师母，王雪，听到吧？叫我师母。丁志远，我老公。哦，请进。稍等一下，师母，这里请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啊，叫理想生活。师母，您怎么来了？哎，这话怎么说的？首先，我想做一个调查。今天台下的各位，今天是我们家老丁的场子，他是男主人，我是女主人。我要是不来，让人认错女主人，那就不好了呀，是吧？占绝对的少数啊。那这边请。哎，不着急，来来来。为什么你们都觉得？跟你说几句话啊。是不是觉得回答幸福就显得自己傻？王雪是吧？刚考上我们家老丁的研才1年。今天我们能在一起，很多情况你不是很了解。一起聊。今年几岁啊25。哪里人啊？江西人。好了，和大家开了个小玩笑。别看我们家老丁在这里风度翩翩、谈笑风生的，可他离开我，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。是不是一定要幸福？现在每天晚上睡觉还非得等我一起。个人觉得，理想你说这老夫老妻的，不能画得好。幸福是。我说这些你能懂吗？它是一种你在做事过程中体验到的。真懂假懂啊？理想生活呢？真懂。我认为是可追求的、可计划的，并且可在实践中获得的。幸福本身啊，它不是一个主体，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，所以你不可能单独的去追求它。我认为幸福是一种副产品，它是你在追求人生价值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出现的一种附加体验。所以你不要去追求幸福，你要做的